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菊讲故事。结婚当天，小姑子穿着大红旗袍，当众给了我一巴掌，说要给我这个准嫂子立规矩。老公一家马上指责了小姑子，但也明里暗里提醒我，嫁到他们家立规矩是应该的。我当场取消婚礼，强行退了婚。后来遇到狼狈从家里逃出来的钱小姑子，她淡然开口：“一个巴掌也让你逃离了火坑，你不亏。”婚礼马上开始了，我却发现小姑子许艳秋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一套大红色的旗袍，款式竟然跟我的敬酒服一模一样。回想起认识许艳秋以来，她似乎一直都对我带着明显的敌意，我的心沉了下来。拉着老公张克然就去找小姑子去了。许艳秋，你的这套衣服是不是不合适？我尽量心平气和地开口道。谁知许艳秋闻言冷哼一声：“嫂子，你这还没嫁进来就开始管小姑子的穿着啊？我又不是你伴娘，穿什么你管不着吧？再说了，我穿的喜庆一点不也是因为这是我哥的婚礼吗？嫂子，你不会是怕被我比下去吧？”许艳秋不屑地看了我一眼，嘴里发出一阵嗤笑，随后也不管我难看的脸色，转身离开了。我气得咬牙，回头看向张克然：“你也不管你妹妹？”张克然有些无奈，拉着我的手道：“我妹就这狗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今天是咱们婚礼，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。”可她穿的跟我敬酒服一样。我不满道：“我记得你不是准备了2套敬酒服吗？等会儿穿另一套就好了。今天毕竟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就别跟她计较了，好不好？”老婆，张克然耐心地哄我，可我还是觉得不爽，所以没有马上答应。老婆，我知道他这样不对，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婚礼，等婚礼结束，我一定让他给你道歉，好不好？最后在张克然再三保证下，我才决定先让婚礼继续，等婚礼结束再去找许艳秋说清楚，然后给作为伴娘的闺蜜张小雨发消息，让她把我的另一套敬酒服带过来。为什么突然换敬酒服？张小雨很快把衣服拿了过来，我也忍不住开始吐槽起了许艳秋的事。不是吧，你这小姑子是不是有毛病？张小雨明显被气到，要不是我拉着她，她都要直接过去找许艳秋麻烦了。我记得你这小姑子一直都挺针对你的，不会是一个雌竞女吧？她不会对她哥？张小雨皱眉说道。我摇头，雌不雌竞不好说，但是没看出她对张克然有什么想法。不过对我恶意一直挺大的。张小雨瘪了瘪嘴，她真有那种恶心的心思，能让你看出来。总之你还是小心你这个小姑子吧。听到这话，我也忍不住皱眉。我跟张克然恋爱2年，这2年他一直表现得很好。1年前他带着我见了家长，认识了他们一家人。说真的，张克然爸妈都挺好的。第一次见面就表现出了对我的喜欢，甚至一见面就给我包了一个10001的大红包，说是万里挑一的意思。只有他妹妹许艳秋，似乎一开始就对我很不满意。第一次见面，我送了她一套护肤品，还是专门做了功课选的属于她那个年龄段全肤质的护肤品。许艳秋接过礼物的瞬间，明显是惊讶、喜悦的。我以为她应该是满意了的，结果她收下礼物就阴阳怪气地开口：“难怪嫂子这么漂亮，都是用钱堆出来的吧？大几千块就买一套护肤品，我哥养你压力挺大的吧？”这话瞬间让我尴尬不已，我有些生气，也有些尴尬地开口解释：“这些都是我花自己钱买的，我工作不错，给自己花这点钱还是花得起的。”
结果许艳秋只是翻了个白眼，等结了婚，你的钱不也是我哥的钱？你花这些就是在花我哥的钱。我气得当场就想走，还是张克然及时拉住了我，转头骂了他妹一顿。他爸妈也拉着我道歉，指责许艳秋不懂事。他妈吴玉华狠狠瞪了许艳秋一眼，道：“许艳秋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们家又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家。你嫂子的钱，你嫂子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你哥不会占这个便宜。你拿了嫂子的礼物就闭嘴，别在这里惹人厌烦。”许艳秋被骂了也没还嘴，只是不耐烦地抱着礼物直接回了自己房间。走的时候还狠狠瞪了我一眼。因为这个插曲，本来我对这次见家长是有些不爽的，但是后来张克然和他爸妈一再跟我道歉，说许艳秋被宠坏了不懂事，让我别放在心上，甚至还跟我保证，如果我跟张克然结婚，绝对不会让许艳秋影响我们的婚姻生活。倒是说的我有些不好意思了。这一年，我们陆陆续续又见过几次面，每次许艳秋面对我都没有好脸色，时不时还会说几句难听的话刺我一下。好在每次张克然跟他父母都会站在我这边，所以我也没在他身上吃过亏。加上张克然一直说过后是我们俩一起生活，根本不用搭理他妹，所以我也没有太把他的态度放在心上。只是没想到他竟然能不懂事成这样。这套敬酒服我是发到他们家庭群里跟他们一起挑选的，所以许艳秋是知道我的敬酒服什么样，而他身上那套只能是他故意的了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难道真的像张小雨猜的那样，这姑娘对自己的哥哥动了心思？可是从这兄妹两人平日里的相处来看，我是真没看出来。张克然平日里提起这个妹妹都是淡淡的，并没有特别爱护的感觉。他总说妹妹被宠坏了，不懂事。而许艳秋面对自己的哥哥，眼神里也没有崇拜欣喜的感觉，甚至有时候我能看出他眼中的嫌弃。而我自认并没有主动招惹得罪过他，想不明白他这么针对我的原因。我决定等婚礼结束，好好跟许艳秋谈一谈。只是我不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，会让我连跟他谈一谈的心情都没有了。婚礼开始，在主持人的呼喊下，我跟张克然依次上了舞台。一切都按照彩排的节奏进行，婚礼进行得很顺利。直到主持人叫张克然的爸妈上台的时候，许艳秋也上台了。她穿着鲜红华丽的旗袍，扶着吴玉华的手上台，坐在了长辈的椅子上。许艳秋的穿着引得台下的亲友们一阵讨论，我心有不满，但是为了婚礼顺利进行，还是控制住了表情。主持人也愣了一瞬，但身经百战的主持人并没有被许艳秋的衣着和行为打乱节奏。现在请新娘给公公婆婆敬茶。主持人笑着喊了一声，上前挡住了许艳秋的身体，示意我敬茶。我感激地对主持人点了点头，端起茶杯就准备喊爸妈，却没想到有人比我先开口，等等。我疑惑地看向声源处，发现正是小姑子许艳秋。她皱眉看着我，见我愣神，快速来到我面前。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，狠狠甩了我一巴掌，同时嘴里还说着：“今天你嫁进我们张家，我这个小姑子总得给你立立规矩。”这一巴掌猝不及防，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。我捂着脸，不可思议地看向许艳秋，她却只是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就站到了她爸妈身后。既然你这么想嫁给我哥，我们张家的规矩你还是得遵守的。我也冷下脸来，当即就想上前把这一巴掌还回去，可却被张克然伸手拦住了。
林小满，老婆，你别冲动，现在是婚礼，不管什么事，等婚礼结束了再说。张克然的力气很大，死死地按住我的手，我几乎没办法动弹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妹打我一巴掌，就这么算了？我震惊地看着张克然，没想到一向维护我的男人，竟然在我吃了这么大的亏的情况下让我算了。张克然沉了脸，他打你是他不对，但是也要等婚礼结束了再说。就是儿媳妇许艳秋虽然做的不对，但是她话没说错。既然你嫁到我们张家，我们家给你立规矩也是正常的。一向好说话的宋母吴玉华也开口道：什么屁话？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立规矩？你们张家多大的家，还规矩？张小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我身边，直接踹了张克然一脚，把我从张克然的手中解救出来。你这个小姑娘懂不懂事？今天是我们张家的喜事，你要是闹事，就给我滚出去！一直没说话的宋父张振邦开了口，他狠狠瞪着张小雨，一副要吃了他的样子。我把张小雨护在身后，你女儿先闹事，你怎么不说？谁知我这话刚说完，张振邦回头就给了许艳秋一巴掌。这一巴掌啪的一声，响彻整个婚礼厅，明显比许艳秋刚刚打我的时候重多了。许艳秋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肿了起来，不过她似乎并不在意，只是冷冷地站在那里，反而像个局外人。我女儿做错事，我已经教训了，但她也没说错。你既然嫁到了我们张家，就应该给你立立规矩，免得你把你婚前那些臭脾气带进家里来。此时的张振邦跟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和蔼可亲的慈父形象完全不同。他冷冰冰地看着我，眼神凶狠得像一只饿狼。我没忍住打了个寒战，但还是没忍住问道：怎么就我的臭脾气了？就是你的臭脾气，能赚几个钱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，整天花钱大手大脚的。以后拿了工资就上交给你婆婆，让她存起来，不然我们张家就是再大的家也让你败光了。还有结了婚你的脾气也该改一改了，别动不动就发火。许艳秋再不对也是姓宋，没有你一个外姓人动手的道理。这个家还是我当家，有什么问题也是先请示我。我真的被这恶霸逻辑气笑了，所以你女儿打我也是请示你了的。张振邦眉心一拧，我说了他做错了事，我自然会罚他，但是他的话没说错。我已经懒得听这老头子的歪理，转头看向张克然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张克然刚刚被踹了一脚，此时脸上还带着怒意。林小满，以前没结婚我可以宠着你，但是现在结婚了，你既然已经嫁给我了，自然是要按我家的规矩来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冰冷，却带着理直气壮。你家的规矩？我女儿自己家都不用守规矩，要去你家守规矩？我爸的声音从舞台的另一边传来。刚刚他跟我妈一直在后台等主持人叫上场，现在估计是听到了动静跑出来的。看到爸妈的瞬间，我只觉得刚刚强忍下的委屈全都跑出来了。我直接扑进我妈怀里哭道：妈，我看错人了，这个婚我不结了。我妈连忙拍着我的背安慰：好好好，不结了就不结了，他们家这样的，我们晚晚才不嫁。我爸也道：对，不结了。听到我们这么说，张克然他们倒是着急了。张克然赶紧追了过来，嘴里喊着：爸妈，怎么林小满胡闹，你们也跟着胡闹？婚礼都办了，哪有说不结就不结的？就是亲家，你女儿这样可不行啊，太任性了。现在嫁到我们家，这脾气可得改了，不然有的是苦头吃。张振邦也道：
我爸气得脸色铁青：“你们张家规矩大，我们可高攀不起，这婚事就到这里吧。我是绝对不可能把女儿嫁到你们这样的家庭的。”说着，我爸又冷冷道：“之前装的明事理，爱护儿媳，结果一结婚就原形毕露了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女儿必不可能嫁到你们家。亲家，你这话就不讲道理了。你女儿既然嫁到我们家了，那就是我张家的儿媳妇，就必须得按照我张家的规矩来，没有你这个娘家人说话的份。”张振邦也冷着声音提高音量道。我没忍住从我妈怀里抬起头来，我跟张克然可还没领证，我还没嫁到你家呢，你们摆谱也摆不到我身上来。我跟张克然选好的领证日期是明天，结果算好的摆酒日期是前一天，所以我们决定先办婚礼再领证。我突然有些庆幸这个决定，才让我在婚礼的时候发现他们家的真面目，不至于没有退路。听到我这么说，张克然不乐意了，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完全没有了之前温柔体贴的模样。他说：“林小满，你最好别任性，你都已经让我睡过了，我们婚礼都办了，你除了嫁给我，谁还会要你？今天只要走出这个酒店，你信不信你林小满这个破鞋悔婚的消息就能满天飞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嫁出去。”张克然满身恶意，那张曾经让我心动的俊脸，此时却怎么看怎么恶心。破你妹的鞋！听到他这么说，一旁的张小雨忍不住了，一边骂着，一边又踹了他一脚，同时往我手里塞了一根话筒杆，示意我一起。你个臭男人，你才破鞋！婚前就跟女人睡觉的破鞋，也好意思在这里唧唧歪歪？就你们家这破德行，走出这个酒店，你张克然是个垃圾破鞋的消息就能满天飞，我看你到时候还能不能有女人要你？我拿着话筒杆加入了战场。张克然被我和张小雨打得节节败退，嘴里喊着殴打自己男人：“林小满，你简直无法无天！”很显然，他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才是天。他的父母见状就想上来帮忙，可我爸妈以及来吃席的亲友也不是吃素的。我的亲戚们都冲上舞台，看似是来劝架的，实则是来控制他们行动的。当然，张家的亲戚也想上去帮忙，但是因为他们人少，所以根本帮不上什么忙。好好的一场婚礼，最后变成了一场混战，最后还是酒店的保安全体出动，才控制住了局面。这下婚礼更不用进行了，因为婚礼场地的钱是我家付的，所以最后张克然一家是被赶出了酒店。走的时候，张克然一脸的不服：“林小满，你别后悔，今天我走了，你再想嫁给我可就没机会了。”我拿起话筒杆就朝他捅了过去。今天我把话就放在这里，我们之间完了，我不可能跟你结婚的。张克然气得咬牙切齿，却又拿我没办法，只险险躲过我捅过去的话筒杆。可他明显不服气，大喊着：“你拿了我们家23万彩礼，你还想不结婚？彩礼23万是他们家主动给的，说是不会让我受委屈。而我也早就跟张克然说好了的，彩礼我会带回小家，还有我爸妈给的同等嫁妆一起带去。现在这婚不结了，彩礼退给他们也是应该的，所以我1秒钟没犹豫，打开银行就给把前几天他们给我打的彩礼赚了回去。彩礼已经退给你了，现在两清了。我睨了他一眼道。张克然感觉到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拿起来看了一眼，很明显是收到了到账信息。他却昂起头颅喊道：“林小满，你骗婚骗彩礼啊！23万的彩礼你说吞就吞啊？还说退给我了，我根本没收到。你最好现在就把现金给我，
不然就等着我告你吧。我一直盯着他的举动，他在手机上点了几下，明显是删除到账消息。看到他这个反应，我都懵了。说实话，实在不理解，这么蠢的人，我当初怎么看上的？以前也没觉得他这样啊。张克然，你傻逼吧？转账都有转账记录的，不是你删了到账短信就可以说没转的。要不咱们去银行打流水？我强忍着翻白眼的冲动说道。张克然明显也意识到了，可他竟也没觉得尴尬，反而继续道：就算彩礼退回来了，那其他的呢？我给你买的礼物呢？怎么？你要把那些要回去啊？我无语道，说的好像我没给你送礼似的。你真想要回去，那咱们就算账，看谁花得多。经常在网上刷到分手后，男方拉表格要求退还恋爱期间的花销的事情。我觉得这种奇葩事件属于小概率事件，我应该不至于会遇到。但是现在看到张克然的行为，这概率看着也不小。不过在听到我说要好好算账的时候，张克然却没有继续提要求。想必他自己也想到了，这2年来我在他身上花的钱，并不比他给我的少吧？真要认真算起来，说不定他还得倒找我钱。见他说不下去，我嗤笑一声：既然你不打算那算了，那你就快滚吧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本以为事情应该是解决了，却没想到张克然又开口了：之前恋爱期间给你花的钱，我自然不会要，我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可是前2个月我为了结婚给你买的包包，可是价值5万块，这你应该还给我吧？包包我拿着也没用，你直接转5万块给我就行了。张克然调出收款码就要我转账。我为了早点摆脱这一家子神经病，想着反正包包在我这里，5万块给他就给他了，所以拿着手机就打算扫码转账，然后顺便拉黑他。这2年就算我倒霉吧。可就在我准备付款的时候，刚刚一直装透明人的许艳秋又开口了：凭什么不要包包？哥，你给他买的那个包包可是能够升值的，现在想买都买不到，别人想要都要加价买，你就5万块就给他了。一听这话，我忍不住皱眉，有必要吗？送个礼物还带理财的？本以为张克然听了这话，应该会找我要回包包，而那个包因为有点贵，我担心今天人多弄丢了，所以没带出来。看来只能让人回去拿了。却没想到张克然狠狠瞪了许艳秋一眼：你懂什么？你哥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我只要拿回我买包的钱就够了。说着，他伸手敲了敲我的手机，示意我快点转账。许艳秋见状，还想闹着让我还包包，可张父张振邦和张母吴玉华却一反常态，没有担心他儿子吃亏，而是把许艳秋拉到了身后，要求我快点转账。张家人的这一行为倒是让我有些不理解了，毕竟许艳秋说的没错，那个包包现在想买确实需要加价才能买到。从刚刚张克然的行为来看，他可不是一个愿意吃亏的人。所以我收起手机说道：既然你送的是包包，为了以后不扯皮，我还是把包包还给你吧。然后转身我就让我爸回家帮我拿包去。可是张克然却直接拦住我爸：我不要包包，只要你把5万块还给我就行。张克然的这一态度更让我怀疑了，难道那个包包有什么问题？包包是你主动买的，并不是我的必需品，你现在要回去，我自然是把包包还给你的。说着，我往后退了一步：你不要包包，不会是包包有什么问题吧？听到我说包包有问题，张克然的脸色骤变，说话都有些结巴了。包包有什么问题？我只是觉得包包对我没用而已，
我要钱有什么错？最后他倒是说得理直气壮，我却不再相信他了。那款包包可是大热款，你就算拿回去卖二手都能加价卖，怎么会对你没用呢？我不管，我只要钱，不要包包，你快给钱。他直接不跟我多说，开口就是要钱。要钱没有，只能把包包还给你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要么你现在跟我回去拿包包，要么你给我滚。周围的亲友们早就被这场闹剧弄得有些尴尬了，就连张克然的亲戚都劝道：算了，张克然，你去把包包拿回来就是了。张克然不耐烦地吼了回去：你们懂什么？我拿回包包有什么用？我要钱。张克然的态度更加坚定了我不给钱的决心，所以根本不跟他废话，直接让酒店保安把人赶走。直到酒店表示如果他们再不走就打电话报警，张克然一家人没办法，只能离开。林小满，你给我等着，不还钱你就等着后悔吧。离开前，张克然还在放狠话。一场婚礼最后竟然落了这么个结果，我们家脸上也有些挂不住，只能招待亲友们，吃完饭就散了。回到家，我拿出张克然送我的那个包仔细翻看，明明是可以高价出售的大热款，为什么张克然就不要包包，一定要钱呢？张小雨为了安慰我，也跟着到了我家，见我翻看包包，他也皱眉凑了过来。你说这包包会不会是假的？我一怔，有点不太相信，张克然应该不至于吧。2年来我给他也买过不少名牌衣服啥的，也花了不少钱，他至于给我买假包吗？而且这包包的做工也不像是假的啊。见我一副不确定的样子，张小雨道：不管怎么说，先鉴定肯定错不了。今天张克然的那个反应，我不信你没看出有问题。说着他掏出手机，正好我有朋友是 M 家的柜姐，他肯定能看出真假。边说边开始微信联系对方。我没有拦着，因为他说的没错，张克然今天的反应肯定是有问题的。张小雨跟他的那个朋友很快就联系上了，小姐姐让我拍几张包包的照片过去，注意细节。照片发过去以后，那边很快就回复了：姐妹，你哪儿买的？这高仿挺厉害啊，细节都做得挺好的，如果不是我在专柜做了5、6年，我都不一定能一眼看出真假。但是我很确定你现在手里这个是个假包。张小雨给我看了对方的鉴定结果，我只觉得哭笑不得。我说婚前张克然为什么突然那么大方，几万块的包包说买就买，原来是给我买了个假的啊。当时我只是感慨自己还没有 M 家的包包，他就主动说给我买，算是他个人给我的结婚礼物，却没想到竟然是给我买了个假货。想到这里，我严重怀疑之前他给我买的那些东西估计也都是假的。而他今天竟然好意思让我给他5万块钱，还好他妹是个不肯吃亏的，当场闹了起来，不然我当时就直接给钱了。就在我跟张小雨庆幸自己今天没有直接给钱的时候，我的微信消息弹了出来，而来消息的人竟然是许艳秋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他说：别以为我跟我哥一样好骗，那款包包现在5万块根本买不到，你最好赶紧把包包还给我哥，不然明天我们家人去你家那边闹起来，你别后悔。你也别试图找我哥要发票，发票这种东西，我哥根本不会留着的，所以你最好把包包还给我们。看来这小姑娘还真是不知道张克然送我的是个假包。我扯出一抹嘲讽的笑，回复消息：你哥送的假包，你们要就赶紧拿走。可惜消息没有送达，他给我拉黑了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一家子神经病。张克然这个妹妹真是蠢得可以，
不过他倒是给我们提醒了，估计明天张家人会来你家闹事，你得让叔叔阿姨做好准备。”张小雨看着消息内容道。我也看着消息内容，也觉得许艳秋这时候发来的消息简直就是给我通风报信了，还顺便提醒了我发票的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张克然真的带着家人来我家这边来闹事了。他们真的是敲锣打鼓的过来的，甚至拉了横幅，上面写着“捞女林小满，还钱”。我家门前的巷子瞬间热闹的不行，很快就吸引了街坊们的注意。很多人都听到动静，从家里出来看看怎么回事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哪家超市做活动呢。不过到底是吵闹，张家的行为引得围观的街坊邻居不满，让他们把锣鼓都收起来。偏偏张克然不听，他不仅不收起来，还掏出了一个大喇叭，在我家楼下大喊：“林小满，你这个不要脸的捞女，退婚还拿走我5万的包包不还，你就是个不要脸的破鞋！捞女林小满，还钱！”楼下张克然声音很大，我爸妈也听到了动静，因为昨天我就提醒过他们了，所以在知道是张克然的所作所为以后，他们根本不担心。我妈更是从窗户探出头去，对着楼下自己广场舞的姐妹们喊了一声：“姐妹们，就是这个姓张的王八蛋，欺负我女儿，骗我女儿嫁给他，婚礼上就给我女儿立规矩的王八蛋，现在还来找我女儿的晦气。”我妈是谁？那可是广场舞的领队，整个街道的妇女领袖。平日里我妈在街坊里说话就很有号召力，现在听到我妈说自己的女儿被欺负了，她的姐妹们自然是不乐意的。带上自己的家人，他们把张克然一家人团团围住，要把他们赶出去。张克然没想到自己是来搞臭我名声的，现在却是自己被人包围的局面。你们什么意思？没听到我说吗？林小满就是个破鞋，捞女，跟我谈了2年恋爱，婚礼都办了，就因为一点小事说不结婚就不结婚了，现在还霸占我5万块买的包不还。她这样的女人，你们也帮着她，你们是不是要助纣为虐？我妈的姐妹听到这话都笑了。小伙子，温家小姑娘，我们看着长大的，她什么人，我们能不清楚？要你在这里造谣，就是都跟你办婚礼了，最后一步不愿意跟你结婚，那说明你真的是做了伤害人家小姑娘的事，人家小姑娘不嫁给你不是正常的吗？真要骗你，能跟你办婚礼？姓张的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们都没去参加昨天的婚礼？昨天婚礼上你家人动手打温家姑娘，你当我们没看到？是啊，举个喇叭就过来造谣，真当我们是傻逼啊？你说啥就信啥。张克然一家子准备了一盆一盆的脏水，硬是没能泼到我身上。他妈吴玉华气得满脸通红，指着街坊阿姨们：“你们这群泼妇，你们就是包庇林小满那个死丫头，不管怎么说她欠我儿子5万块的包，这是错不了，你们再怎么耍赖都耍不掉。”听到吴玉华说我欠他们5万块的包，阿姨们倒是有些为难了，毕竟这事他们也不清楚。不过他们也没听张克然他们的一面之词，包包你说5万就5万，有证据吗？再说了，你们好好的来要包包，又是拉横幅，又是敲锣打鼓的，什么意思？你们横幅上说的什么话？眼看底下的争吵越来越激烈，我们一家也不可能躲在楼上不出面。我穿上外套，拿起那个包包就准备下去，我妈拉着我的手要跟我一起去。我爸也穿上外套，掏出手机，一边打电话报警，一边跟我下了楼。见到我们下楼，张克然立马朝我走了过来：“林小满，你终于出来了，我劝你最好马上还钱，不然我今天在你家闹，明天就去你公司闹，
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张克然今天虽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，但是在见到我的瞬间，马上又有了新的对策。不过他的威胁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，因为警察来得很快。警察赶到的时候，张克然一家人还举着横幅，一边敲锣一边对着我叫嚣：“林小满，你要么还钱，要么乖乖跟我结婚，不然我让你从今以后都没有好日子过。”威胁恐吓，还强迫婚姻。这位先生，你确定吗？警察皱眉看着被人群围在中间的张克然问道。张克然没想到我们竟然报了警，他有些紧张地咽了咽口水。警察同志，我这是事出有因的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当众聚众闹事就是违法犯罪，赶紧把你这些东西都收起来。警察表情严肃地说道。张克然虽然不满，但是警察就在这里，他也没办法，只能把横幅等东西都收起来。警察这才问道：“谁报的警？怎么回事？”我爸举着手道：“警察同志，是我报的警，他们寻衅滋事，还污蔑造谣我女儿，严重影响我们一家人的生活。”警察点点头，转头继续问张克然：“是这样吗？”张克然他妈吴玉华不乐意了，仗着自己年纪大，对着警察开口道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不能这么不讲道理，他们家是不是送钱了？你一来就让我们收东西，明明是林小满那个贱人悔婚，还拿着我儿子5万块买的包不还。5万块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可以立案了吧？我们要回自己的钱有什么错？”听到涉及到了金钱问题，警察也更严肃了，转头询问我爸：“有这回事吗？”我拿着包上前：“警察同志，包包是之前备婚的时候他买给我的，他要求归还我也愿意，可是他不要包包，一定要求我还他5万块。”说着，我就要把包包递给张克然，可是张克然并不接。警察皱眉：“东西是你赠予的，你可以主张收回，人家要还给你，你为什么又不要了？”张克然摆摆手：“包包我拿着没用，我要求他把购买金额给我就行。我也不乐意，5万的包包也不是我的必需品，他这算是强买强卖，确实不能强卖强卖。”警察叹了口气，对张克然说道：“5万的包，人家愿意归还，你就拿着吧。”张克然翻了个白眼，谁知道他有没有把包包调包？他边说边拿过包包，随意翻看了一下。我怀疑他把我的包包调换成了假包，我要求鉴定。警察闻言转头问我：“愿意接受鉴定吗？”我耸耸肩：“这包就是他给我的，要鉴定我肯定没问题。问题是他怎么证明这包是被我调包的，而不是他一开始就送的假包呢？”张克然嗤笑一声：“我送的包是真是假，我能不清楚？我告诉你，林小满，你不跟我结婚就是你最大的错误。5万的包包我都能给你买，嫁给我你还怕没好日子过？”被他这言论恶心到了，我翻了个白眼。既然你说你送的就是真包，那就拿发票出来吧。什么发票？张克然愣住了。你买包的发票啊？你不会买5万的包发票都没有吧？没有发票，小票都没有吗？我冷笑道。张克然有些慌乱地摇摇头，发票当然有，但是2个月过去了，我早就不知道扔哪里了。我没有保留发票的习惯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我瘪嘴，没有发票付款记录总有吧？张克然更慌了，我手机坏了，付款记录看不到了。他说着，还下意识地把装手机的那条腿往后退了半步。这一举动，别说我和警察了，就是周围的人都看出来有问题了。这位先生，付款记录是可以查到的，
不会丢失，实在不行可以去查银行流水。”警察憋笑提醒道：“这我都说了是我5万块买的，有什么好查的？”张克然心虚地说道。只可惜警察才不会听他的狡辩。警察好脾气地说道：“就算是起诉到法院，也需要提供购买证明，才能主张你提出的5万金额的赔偿。”张克然当然拿不出付款记录和发票，最后在警察的劝说下，只能拿着那个假包离开。他对于这个结果非常不满意，当即对着我说道：“林小满，这件事没完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还会来找你的。”看着他咬牙切齿地放狠话，我直接举手喊道：“警察同志，他威胁我，还有他们家今天闹事的行为，难道不应该接受惩罚吗？”警察自然听到了张克然刚刚威胁的话，他们本来打算调解完以后就让大家散了，结果张克然竟然都当着他们的面威胁。于是张克然跟他妈还有一起来闹事的亲戚一起被请进了警察局。眼看着他们被警察带走，我也松了口气，心里还有些庆幸昨晚看到了许艳秋的挑衅消息，让我提前做了准备，让我不至于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导致反应不过来，被张克然牵着鼻子走。不过许艳秋今天竟然没过来，我倒是挺意外的。为了防止张克然接下来真的去我公司闹事，我主动跟公司领导说明了自己现在的情况，并提出了请假一段时间。领导听说以后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，不过他说请假就没必要了，这段时间你就在家办公吧，公司有安保，就算你前男友过来闹事，公司安保也不是吃白饭的，防止他会对你造成伤害，你可以暂时先在家办公。对于领导的决定，我又感动又心累，感动于领导对我遭遇的理解，并没有觉得我给公司带来了麻烦而责怪我，同时也心累于领导是真的一点请假的机会都不给。公司那边也已经交代好了，我现在一点负担都没有，每天在家办公，平时注意张克然的动向，以免给我造成什么困扰。日子过得倒是挺不错的。让我意外的是，这段时间张克然真的没有找我麻烦，甚至一点靠近我家和我公司的意思都没有。听共同认识的人说，他最近很忙，很忙，却不是为了来找我麻烦。看来张克然是打算这件事就这样了。可这不是他的性格啊，难道是被警察感化了？说实话，要说张克然被警察几句话感化，我是不信的。所以对于张克然很忙却又没有什么动作的行为，让我有些担心。这天周末，我穿了一套能够遮住身形的运动衣，戴上口罩帽子，决定亲自去张克然家附近看看。张克然家20年前拆迁，现在住的小区是回迁房，左邻右舍都是当年一个村里的人。我小心翼翼地靠近小区，却才刚靠近小区门口，就被里面光脚跑出来的一个女孩撞了一下。要不是我及时稳住身形，并扶了她一把，现在估计我俩都会摔倒。你没事？我正想问小姑娘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，却没想到抬头看到的竟然是许艳秋。她穿着一套家居服，脸颊浮肿，眼角淤青，一看就是被人打了。这时她也看到自己撞到的人是我，只是她没有来得及说什么，身后传来张振邦和吴玉华的怒骂声。还没见到人，但是骂声已经传进了耳朵里，明显是来抓许艳秋的。许艳秋吓坏了，甩开我的手就往外跑。我见她光着脚，而且明显一路跑来脚上也是受伤了的，根本跑不快，干脆一把拉着她来到我车旁，把她塞了进去，然后一脚油门开着车就出去了。
眼看自己已经逃离父母的追赶，许艳秋这才喘着气对我道：“谢谢，麻烦送我去警察局，我要报警。”闻言我挑眉：“怎么，喜欢找人麻烦的许小姐，自己也遇到麻烦了？”许艳秋表情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一巴掌让你逃离那个火坑，你不亏。”他这话一说，我有片刻的愣神，要不是现在在开车，我一定会直接抓着他，想问问他怎么回事。你是故意的？我有些惊讶地开口道。谁知许艳秋冷笑一声：“不然呢？你又没惹我，我没事针对你干嘛？偏偏你个恋爱脑被张克然他们骗得团团转，我怎么挑衅你都不分手。”说着他又叹了口气：“要不是觉得你人挺好的，不忍心看你跳火坑，我也不至于在你婚礼上铤而走险闹事。”这下我是真的忍不住了，找了个停车位停下车，认真地看着眼前满脸伤痕的许艳秋。“所以你一直以来针对我，只是希望我生气跟你哥分手？”许艳秋点点头，但是马上又道：“是希望你跟他分手没错，但是我可没跟你辞境啊。你因为知道张克然跟你爸妈的真面目，不希望我被骗结婚，所以故意针对我，想要赶走我，只是为了避免我跳进火坑。许艳秋，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？”一想起之前跟他的相处，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去评价这件事。可许艳秋却扯出一抹冷笑：“我直接说，你要是个拧不清的，不相信我的话，反而去跟张克然告状呢？”我愣了一下，觉得他说的还真有可能。并不是我拧不清，而是我毕竟跟张克然恋爱1年以后才见的许艳秋，许艳秋对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。而张克然在我面前温柔体贴、善解人意的形象已经深入我心，还真不会因为他的一句话就怀疑自己男朋友。我有些尴尬道：“对不起，没能及时领悟到你的意思。那你现在这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因为你要发票，张克然拿不出来发票，他就要我拿5万块给他，他再去买一个，拿了发票去找你。”“我不给。”许艳秋语气淡淡的，像是在说别人的事。“你不给，所以他打你了？”我有些心疼道。可许艳秋却摇摇头，原来不是张克然打的。又听他继续道：“我爸先动的手，我爸打累了张克然再动手的，我妈负责翻我房间和手机找钱，他们没要到钱就把我关在家里，如果不给钱，他们就把我卖给村里的老光棍。我是趁他们吃饭跳窗跑出来的。”我吓了一跳，他们家在6楼，跳窗也太危险了。“你从6楼跳下来的？太危险了，我现在送你去医院。”许艳秋按住我紧张慌乱的手：“我这样子像是从6楼跳下来的吗？我跳到楼下的空调外机上，一层一层跳下来的，没受伤，现在先送我去警察局。”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他现在的情况虽然看上去很糟糕，但是整个人还是很清醒的。我赶紧再次启动车子，带着他去警察局报案了。许艳秋全身多处受伤，警察看到他的时候都吓坏了。可在听说许艳秋是被自己家里人打伤的时候，又有些为难。这种事，警察最多也只能对他家里人进行批评教育。我也有些心疼这个坚强又聪明的姑娘，好不容易逃出来了，偏偏就因为伤害她的人是她的家人，让她想要讨回公道的权利都没有。就在我想着怎么安慰她的时候，就听到许艳秋开口道：“张克然要把我卖给村里的老光棍，收了人家的钱，还密谋给我下药。这不是家庭暴力，这是人口买卖，我希望你们能够依法处理。”警察听到这话，眼睛都亮了：“你说的事是真的吗？”许艳秋点头：“当然是真的，
我家里有监控，他们所有的犯罪预谋和犯罪行为都有记录，你们可以去查。而且我哥上网买了药，你们可以查询他的购买记录。”许艳秋条理清晰地说出了张克然的计划，并且提前留下了证据，看得出来他对于这次反抗家庭的行为是下了决心的。就在他说完一切之后，眼看警察很重视这件事，警察准备出发去张家的时候，他终于没能抗住那一身的伤，像是耗尽了所有精力一般，两眼一翻就晕了过去。我连忙伸手去扶，在警察的帮助下，找了个办公室让他躺下。一个女警一边简单的查看他的情况，一边拨通了120电话。另外几个警察往外走，准备去张家抓张克然，顺便拿回许艳秋留下的证据。我看了一眼许艳秋，想起她刚刚从小区里跑出来的狼狈模样，最后咬牙跟着警察走了出去，自告奋勇地给他们带路。我不能让他白遭罪，必须亲眼看到张克然被抓才放心。我们赶到张家的时候，张克然正在跟一个秃头老头子争论。那老头子满口黄牙，脸上布满褶皱，正对着张克然大喊大叫：“你说好把你妹卖给我的，现在人跑了，你说怎么办？”张克然脸色很难看，却似乎拿那老头没办法。“叔，许艳秋那贱人能跑多远？等我去给你找回来不行吗？”可那老头却不肯。“你要是找不回来呢？我真金白银花了钱的，你必须给我姑娘。”“那我先把钱还给你，等我把人抓回来，你再给钱行不行？”张克然焦头烂额。“钱？老子不缺这几万块，我只要姑娘，不管是你妹也好，还是别人也好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姑娘。”老头子不肯松口，还要往他家里挤。“叔，你别激动，不就是姑娘吗？这样，我把我女朋友骗过来，送给你一晚行不行？那女人让我丢了面子，正好叔你帮我调教调教。”张克然显然不想让这老头进他家，就连喜欢替儿子冲锋陷阵的吴玉华，这次也躲在门后，生怕那老头进他家门。“张克然，有人举报你涉嫌人口买卖，还购买违禁药物。”警察已经听不下去这两人的对话了，直接开口打断了两人。张克然这才注意到警察的到来，顿时吓得脸色煞白，却在看到我的瞬间又提起了精神。他伸手指着我道：“林小满，我还没去找你，你倒是来找我的麻烦来了。你敢造谣我买卖人口，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告你诽谤啊？”我根本不搭理他，翻了个白眼站到了警察身后。警察对于张克然的行为也极为不满，其中一个带队的警察语气冰冷：“举报你的人不是林小姐，她只是好心帮我们带路的。现在张先生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一听说要带走张克然，吴玉华跟张振邦就急了，连忙从门后跳出来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们怎么能无缘无故抓人呢？”警察耐心解释，暂时只是把张先生带回警局接受调查。“那怎么行？张克然被你们带走了，他卖给我的姑娘呢？”一旁的老头子反应更大，他死死地抓着张克然的手腕不放。警察眯了眯眼睛，回头问老头子：“你是说你找张克然买了一个姑娘？这是真的吗？”老头子点头：“当然是真的，我可是有转账记录，还有收据呢。”老头子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收据出来。警察也愣了一下，怎么也没想到现在人口买卖还带写收据的。警察接过收据问道：“怎么你还写收据啊？”张克然此时脸上毫无血色，想要上前阻拦，却被警察一个眼神给吓退了。那老头子倒是有些骄傲地开口：“本来张克然这小子还骗我说那些钱当彩礼的，
不想写收据。可我又不傻，彩礼就是结婚，结婚是有可能离婚的，老子花了钱怎么能离婚？所以就让他写了收据。我听的是目瞪口呆，同时也庆幸这老头子的无知，让他们留下了这么重要的证据。警察几乎气笑了，又问：人口买卖是犯法的，你不知道吗？犯什么法？他们愿意卖，我愿意花钱买，怎么就犯法了？再说了，他们家女儿本来就是买来的，现在养大了卖给我有什么问题？老头子不以为然道。我和警察对视了一眼，眼里都是震惊以及厌恶。原来许艳秋是被买回来的，她不是张家的亲生女儿，难怪会这么对她呢。有了老头子的证词，这次警察不仅带走了张克然，还把张克然的父母也带回了警局。毕竟人口买卖可不是小事情。同时在我提示下，警察还找到了许艳秋的手机，里面有监控记录，明确录下了张克然预谋贩卖许艳秋的全过程。警察还在张克然的房间找到了他在网上买的违禁药品。等我们回到警察局的时候，许艳秋已经被送往医院了。我赶紧又去医院，到医院的时候，许艳秋已经醒了。见到我，他简单地道了谢，就开始问我张克然被抓了没有。警察已经带他回警局了，不仅是他，还有他爸妈也被带去警局了。我点头道。许艳秋闻言冷笑一声，他们最心疼的就是这个儿子了。听说张克然被抓急坏了吧，连警察局也要跟着去。急坏了是真的，不过去警察局他俩是被抓的，因为买卖人口。我叹了口气，有些担忧地看着许艳秋，最终还是把今天的事情全都说了一遍。听完我的讲述，许艳秋怔愣了好一会儿，才捂着脸哭了起来。我说：为什么从小到大，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对我？我本来以为是重男轻女，原来我根本不是他们的孩子。许艳秋哭了好一会儿，才说起这些年来的遭遇。她从小就是家里的最底层，谁不高兴了都可以欺负她。从小挨打挨饿就是家常便饭，她以为是因为她是女孩子，所以她就努力让自己变得对这个家有用。长大以后，她能赚钱了，张家人对她也比之前好了一些。但是她赚的钱必须交给家里，还要经常解决张克然提出的无理要求。给我买那个包包，张克然就问他要了5万块，那5万还是许艳秋借钱给他的。结果张克然拿了钱却没买包，而是买了个假的给我。张克然还拿这个事在亲戚面前炫耀过。这些年，他以为是自己性别的关系，或者是自己还不够成功，所以一直不被家里人待见。他虽然委屈，但因为是一家人就都忍了。直到这次张克然要卖掉他，他爸妈竟然并不反对，他才彻底死心选择反抗逃离。却没想到，原来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家人。直到许艳秋哭够了，他才抬头坚定地开口：我要告他们，告他们全家。这要告说起来简单，却并不容易。警察有些无奈地告诉许艳秋，他们现在可以确定了张克然的预谋买卖人口事实，但是只能算未遂，毕竟许艳秋已经逃离了。至于许艳秋小时候被拐卖到张家的事，也只是那个老头子的一面之词。张父张振邦和张母吴玉华打死不认，坚称许艳秋是被他们捡回家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警察也没有证据，所以真要告张家买卖人口，还真不好告。可是许艳秋却并不死心，她说：没有证据我就去找，他们把我害成这样，没道理几句话就被他们抵赖掉。如果这是我的命，那我不认命。对此，警察也很动容，表示一定会加大侦查，尽量还许艳秋一个公道。
我心疼地开口：许艳秋，你放心，我会陪你一起找证据的。我爸认识一些很厉害的律师，我可以介绍给你。我会陪着你一起找到他们的犯罪证据，把那一家人绳之以法。一直坚强的许艳秋听到我这么说，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道：张家人都是无赖，你好不容易摆脱他们，何必要淌我这趟浑水？你为了不让我跳火坑，愿意铤而走险，得罪他们一家。我能眼睁睁看着你孤立无援？放心吧，我还有家人，还有朋友，我们都能帮你的，一定能够找到证据的。我扯出一抹笑说道。许艳秋听我这么说，这才露出了这段时间的第一个笑容。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动了动嘴唇，别扭地说出了2个字：谢谢。许艳秋的情况比较麻烦，毕竟时间已经过去20几年了，想要找到当年她被拐卖到张家的证据并不容易。但是我们俩都并没有想到过放弃，不管再难，我们都坚信一定能够让张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。也许那一天的到来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，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。接下来，请收听第2个故事。我妈生我，是为了让我延续她的奴性。上一世，我心疼妈妈，辞职顶替她伺候爸爸一家老老小小。然而，因为我一次没来得及帮奶奶换尿布，妈妈就狠狠教训我，居然失手将我打死。再次醒来，妈妈正累得直不起腰，喊我给她捏肩捶背。我笑嘻嘻说风凉话：妈，你活该呀。突然门响动，我乍然惊醒，是我妈朱大凡进来了。我好像是看书太累，就趴在书桌上睡着了。看见他，我定了定神，发现自己已重生。朱大凡枯黄的脸，佝偻的身影，浑身上下透着疲惫不堪。他叫苦连连：下一秒，你快帮妈捏肩捶背。随着他的靠近，我闻到一股恶臭，比瘫痪在床的奶奶还臭。他每天把奶奶捯饬得干干净净，自己越来越邋遢。我看他的眼神没有同情，只有戏谑，这么不经累啊？他错愕，骂骂咧咧：你个小没良心的，知不知道心疼你妈？我脱口而出：你活该呀！朱大凡一直以来都在婆家立什么贤妻人设，大小责任都往自己身上包揽。或许他早就习惯了这种责任感，导致他明明不堪重负，明明知道不公平，也不愿挣脱惯有的贤妻形象。那就只能委屈自己喽，别在我面前诉苦。遭到我的风凉话，他委屈至极：你爸真不是人来的，瘫痪的是他妈，他从来不会搭把手。你和你爸一样，都没良心。我轻描淡写：是你自找的呀，谁让你一开始就把自己装饰成万能的贤妻形象，那就继续维持呗。朱大凡像看白眼狼一样看着我：我在跟你诉苦，你不安慰我，还在这冷嘲热讽，你是巴不得我死吗？他把心里的不平衡倾泻到我身上，殊不知想让他早死的是他自己，而不是我。我不想和他理论，因为他横竖都想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就继续复习着功课。他抢过我的功课，看这些干嘛？别考试了，初中读完就在家帮我一起照顾你爷爷奶奶和你爸。别，你的唇可别影响到我。我抢回课本，继续看书。朱大凡还想以暴力抢夺我的书，却被门外夏元峰叫魂般的声音给叫走。大凡，我妈又拉了，你快来换洗。上一世，我看着朱大凡佝偻着身体，非常可怜，就顶替他去伺候奶奶。结果他尝到甜头，从此让我顶替他的工作，导致我没太多时间学习，体力也不支，最后只考了个普通中专。这一世，我选择视而不见，
考上好高中，再读大学，逃离乌烟瘴气的原生家庭才是最重要的。终于，通过合理的学习计划，我真的考上了好高中。朱大凡不肯我读，说没钱。其实他在鞭炮厂上班，挣了钱，只不过都支援了我叔姑们。我是向小姨借了半年学费和生活费。到了过年，我本想和朱大凡谈谈明年的学费，结果我那两远嫁的姑姑和外出打工的叔叔婶婶们都回来了。他们每年回来一次，哪怕奶奶瘫痪，平时也是不闻不问。因为有朱大凡担着嘛，可无忧挣钱，回来也可以十指不沾阳春水，所有招待问题都落在朱大凡身上，不仅出全力，还得出全钱。奶奶看到大家回来，别提多感动，一口一个：“你们真有孝心，能回来看我，我真高兴，辛苦你们了。”我在一旁边看笑话边恶心，朱大凡辛辛苦苦伺候，可从来没得到过一句夸。朱大凡还没来得及落寞，奶奶就吩咐：“大凡，我2个女儿2个儿子从小不会做饭，我现在也做不了，这照顾他们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”朱大凡很自豪，连连应允。他认为在这个家，自己很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，离开他就运转不好。于是整个过年期间，他天没亮就起来揉面、备菜，研究各种美食，只为让大家开心。最可怕的是，非要把我早早叫起来陪他劳作。被伺候的舒舒服服姑姑叔叔婶婶们也没个谢字，认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。只要我爸夏元丰夸他能干，他就超开心，找不到东南西北，更愿意当牛做马。上一世，亲戚们在打麻将时，他拉着我在洗碗、搞卫生；亲戚们在看电视、吃零食、闲聊时，他拉着我在帮大伙洗衣服。只有我知道，他每晚累得腰酸背痛。因为是我妈，我难免心疼她。虽然我自己也累，但每次都给她捶背。这一世，我就袖手旁观，猫在卧室里玩手机，朱大凡就在门外喊破喉咙，我也当作没听见。或许朱大凡的杀猪声吵到叔姑们打牌，叔姑就来敲我的门。下一秒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赶紧出来给你妈搭把手。我把头探出去，横眉怒目开对：你们怎么不去帮？就回来就知道吃闲饭，哪有脸要求我？然后重重关上房门。想必外头那几个没脸没皮的会面容扭曲吧？哼，他们的臭德性都是我妈给惯的，我可不会惯。反正饭好了，朱大凡也是最后一个上桌。我呢，找了一个最大的碗，把好鸡块、大排骨、大虾都往自己碗里夹。在桌的人越嫌弃，我就越爽，夹满一碗，躲在房间慢慢吃。不晓得朱大凡忙活那么久，能不能吃到一块好肉。到了夜晚，朱大凡敲开我的门，喊我帮他捶背。我翻白眼：你累了，可以让夏元丰给你捶背，毕竟你是为了他家的老老小小才累成这样。他上来掐我：你个丫头片子，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？我和他对干，本来就是谁让你包揽这些活，别想我同情你。朱大凡火山爆发般教育我：你爷爷这辈子不心疼你奶奶，你奶奶很可怜，还瘫痪了，你难道让他做这些招待人的活吗？我冷笑：不是还有叔叔婶婶和姑姑吗？为什么他们一点忙都不帮？他理直气壮：你姑姑们嫁出去了，是客人，你让他们做事传出去岂不笑话？还有你那2个婶婶，平时在外面打工已经够辛苦了，回来还要招待一家子，我良心过不去。你叔是男人，哪有男人做饭的道理？我眼前一黑，他和上一世一样，
还是这么奴性，无药可救。上一世我想让他清醒，就骂他轮流干活，或者大家一起干活，不好吗？凭什么出去打工的人就可怜？你自己在家早出晚归挣钱，还要伺候爷爷奶奶，难道就不可怜？结果换来他一巴掌，而且因为我心疼，就拼命帮他干活。这一世我懒得劝，就说反话：妈，你想讨好大家，我支持你，因为这样夏家村乃至隔壁村都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女人。他一直就想要这种人设，我就恭维他，让他在泥沼里越陷越深，然后自食恶果。朱大凡也知道我在阴阳他，就语重心长给我分析：你爷爷奶奶一辈子打架吵架，好不容易我嫁过来，能协调好家庭氛围，你姑姑叔叔们现在都过得好，回来就应该高高兴兴，难道我要偷懒，给大家甩脸子？我嗤笑，我不是说了，你不要甩脸子，就好好做，做他们开心事就是了，反正累死的又不是我。朱大凡只比我姑姑叔叔大10来岁，看上去却像2代人。被我这么一说，他进退两难，就自己找台阶下。其实我不累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爸。你爸小时候心里有家庭阴影，我要重新把他当小孩养一遍，让他重新感受家庭的和睦与温暖。现在大家都好起来了，也和睦了，我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。是，值得值得。他真是一个恋爱脑。我应付完就反锁门，钻被窝了。门外他还在唉声叹气喊我别睡，先帮妈妈捏捏肩，捶捶腰背，明天你多帮妈妈做家务，妈妈就不会这么辛苦了。我心里嘀咕，可别，我只想做个反骨女。第二天天没亮，朱大凡就来叫我起来，夏一妙，昨晚你表妹堂妹弟弟们洗了澡的衣服，你赶紧帮忙洗一下。我还在迷糊中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我不去，天寒地冻的，有洗衣机不用，犯贱啊。朱大凡说，水冻住了，洗衣机用不了。水都冻住了，还让我洗？你去井里打水洗吗？朱大凡喋喋不休。我翻个身，重新把自己裹进被窝，话都懒得再回。他来火了，踹开卧室门，猛地掀开我的被子，将我拖出来。造反了你，给我起来！嘿，我还真造反了。上一世我忍着姨妈痛，听了他的话，3、9天帮忙洗了衣服。这一世我推开他，要犯贱，你自己去犯，别拉着我。只见朱大凡脸色铁青，咬牙切齿，让你洗个衣服就这么娇气，又不是要你的命。便将手中的擀面杖抡向我。我在擀面给大家做馄饨早餐，你却在这里睡懒觉。我打死你这个懒东西！15岁了，还这么懒，一点不像我这般勤奋。我一把握住他抡过来的棍子，朱大凡，你够了！他不可思议地瞪着我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变得这般忤逆。我可是重活一世呀！由于动静太大，直接吵醒了还在睡觉的我爸和姑姑们。我爸问清缘由后，厉声指责我：你不洗，你妹妹们到时候没得换。大姑也说：一妙，你是姐姐，就帮妹妹洗一下嘛。我不动怒，笑着反问：你们家的是公主还是小姐？自己没长手，需要我来洗？小姑讪讪地说：你那几个妹妹都是娇生惯养，从来没做过这些活，怎么能让她们洗？我呸了一口痰，你们总该做过吧？那你们自己去洗啊，少在这里给我矫情。与其在这里废话，不如赶紧滚去洗。两姑姑被我气到面面相觑，看我的眼神如刀枪。小姑不耐烦催促着：你这孩子，我给你10块钱，这样总可以洗了吧？说着就开始从衣兜里掏钱。
掏了半天也没掏出来。朱大凡及时制止：“他姑，别搞这些，下一秒就是欠揍。我们农村人哪有你们城里人讲究？他就是娇气，让我教育教育就好。”当朱大凡再次咬牙切齿想揍我的时候，我也不客气，抢过他的擀面杖，故意丢向两个姑：“打架现场滚远点，否则受伤，我概不负责。还有，你们掏钱掏了半天也掏不出来，还是别在我面前装逼！哈哈哈哈哈哈！”上一世我被打得生疼，这一世我直接反击，任谁看了都害怕。反正谁疯谁就不会吃亏。众人被我的发疯吓退，终究还是朱大凡擀完馄饨再去洗的。洗完衣服，他自己馄饨都没来得及吃，就带个妹妹弟弟去镇上买衣服。回来后，整个大厅热闹非凡，大家都在吹炫朱大凡不仅厨艺好，给弟弟妹妹们买的衣服也特别洋气合身，可把他嘚瑟得合不拢嘴。他还夸我那些弟妹们长得好，穿啥都好看。再看看我，大过年的，一件新衣服也没添。不过我也不稀罕，穿新衣服又长不了几个肉。等我长大能赚钱时，他想我给他买衣服，呵呵，门都没有。反正我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努力学习，争取远离这种乌烟瘴气的原生家庭。本来是回来跟朱大凡商量明年的学费，看样子我还是不要开口为好，继续向小姨借吧，以后有钱了好好孝敬小姨。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说话，朱大凡把我喊出去，直接让我辍学。女孩子读完初中能认识几个字就够了，以后就陪我一起做鞭炮，一起伺候你爷爷奶奶。你弟弟妹妹们马上也要考高中了，需要花钱的地方多，你陪妈妈一起挣钱，照顾弟弟妹妹们。话没说完，我直接堵住他的嘴：弟弟妹妹们是死了爸妈吗？要你成天担心惦记张喽？众人愕然，对我投来无比嫌弃的目光。我用鄙视的目光扫视在座的人，最终把目光落回朱大凡身上。我读书1分钱不要你出，以后你少管我。然后扬长而去。朱大凡还在背后尖酸刻薄地骂我：你这么搞，我1分学费和生活费也不会出，看你怎么读高中，你小姨不会一直支援你。我扭头冷笑，说的好像你给过一样。他对我的弟弟妹妹们比对我好，仿佛将来给他养老的是那群家伙。后来我在小姨以及外公外婆的帮助下，顺利读完高中大学。毕业后去了小姨的城市工作，和小姨同住，没再回来夏家村。我工作1年后，朱大凡千里迢迢找到小姨家，进门就哭哭啼啼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小姨本来也不太想理他，看在是姐妹，就粗粗问了一下原因。反正就是夏家那些乌烟瘴气的事。我全程冷冷的，一声不吭，正眼也不看他。第2天，夏元丰来接他回去，我立马兴致勃勃劝他：快回去吧，夏家不能没有你。朱大凡哭红了双眼，可夏家不把我当人，你怎么让我回去？你这个没良心的！上一世我可是拼命阻止过的呀。那时我看到夏元丰来，我就把小姨家厕所的垃圾桶拿出来，直接盖他身上。当时我的暴躁震惊了所有人，被我侮辱的夏元丰破天荒的没有发火揍我，反而死皮赖脸跪下来求朱大凡：大凡，我不该打你，伤你的心，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我妈在家嚷嚷着要你回去伺候呢，她说只有你伺候才最舒服，求你回家伺候。我非常看不惯夏元丰这个喜欢耍苦肉计的小人。
又把厨房的垃圾桶拿来。你真把我妈当黑奴了，想让我妈回去，必须过我这一关。为了让朱大凡这个任劳任怨的奴隶回去，夏元丰是没有丝毫退缩之意，一副视死如归的壮烈语气，面向朱大凡：大凡，今天就算你和女儿让我死在这，我都不会动一下，只求你回去伺候我妈。我当时害怕朱大凡会心软，立马端起垃圾桶，都投给夏元丰盖下去。妈妈伺候你一家10几年，没得到一丝回报，被你们一家贬得狗屎不如，你还动手打她，居然有脸过来！夏元丰，你滚不滚？你再不滚，我这可还有一包狗屎！夏元丰哭丧着脸，西行越过我，死死搂着朱大凡，流下2行泪。大凡，你爱我，就应该原谅我，我是一时情急才打了你。现在我和我家都需要你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妈没人伺候。只有你最贴心，最善良。跟我回去吧。他说的可怜兮兮，朱大凡立马动摇。我焦急提醒他：妈，你好不容易离开那个烂包家，不能再回去。你若轻易回去，他们还会像以前一样把你当黑奴，不尊重你。朱大凡眉头紧蹙，经过剧烈的挣扎，长叹一口气，对我说：一妙，他是你爸，你盖了他2桶垃圾，他都没有还手，也算给他和他家惩罚过了，就算了吧。我看我还是随他一起回夏家，他家真的不能没有我。我回来后也确实坐卧不安，放不下那一大家子。我惊愕的半天说不出话来，久久才恨铁不成钢地提醒他：你不是要和夏元丰离婚吗？愤怒在我大脑发酵，随时要爆发，痛恨他作践自己。他解释：那天我是气急了，所以离家出走，还说了那些话。你奶奶瘫痪在床，没人照顾，现在你爸千里迢迢来接我，若置气，就显得我太不知好歹。此言一出，我瞠目结舌。他真是天生贱骨头命。我想多说几句，他就和我翻脸。当时我不忍心他一个人回去吃苦，就跟了回去帮他，结果因为伺候奶奶不周到，被他失手打死。这一事我不会再劝，反而要多多鼓励他赶紧回去。我对朱大凡强调夏家的处境：妈，我奶奶好可怜，你照顾习惯了，她确实离不开你，我爸都来接你了，你就回去伺候吧。如果你不回，就显得你太小肚鸡肠，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，像什么话？朱大凡见我跟他想的一样，就喜笑颜开：一妙，你真懂事，能理解妈妈的心事，那你辞职跟我一起回去。我心里十分抵触，他的愚蠢可别连累我。但我还是要把话说斯文些：妈，我手脚笨拙，是个书包子，不适合伺候奶奶，万一搞砸了，会惹你生气。他立马扯着嗓门教训我：我养你这么大，我说的话你怎么不听？我让你回去你就给我回去，找这么多借口干嘛？他对每个人都千依百顺，除了对我很强势。我摆摆手，给他耐心分析：妈，别耽误时间了，否则我奶奶就要遭罪了。你就可怜可怜我爸，他真的很急。爸爸只有2个妹妹，2个弟弟，2个弟媳，必须好好宠爱着，千万不能惊动。你就回去吧，别再耽误时间。我笨手笨脚，真不能陪你回去。夏元丰已经拉下脸，催促朱大凡快收拾东西。你知道，我爸根本不会伺候我妈。此言一出，朱大凡不敢再多耽误，立马就去收拾东西。他是从恋爱脑过渡到了奴隶命。婚前看上夏元丰的好皮囊，婚后被他自己破成了一个没有自我的奴隶。夏元丰其实一无是处，
没本事，还好高骛远。他的背后更是一个没责任心、自私自利的家庭。我讨厌那里的每一个人，只想二人赶紧从我面前消失。小姨还皱着眉头，怕朱大凡吃亏，想再劝阻。我就拉住小姨，不干涉任何人的命运。他们两个简直天生一对，一个自私自利，一个任劳任怨。这句话被收拾好东西的朱大凡听见，他严肃教训我：有你这么说自己爸爸吗？夏家的是是非非，你一个小辈，别多管闲事。只见夏元丰肉眼可见的得意，征服朱大凡，或许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。我被他的愚蠢给逗笑，而小姨苦口婆心，声音颤抖起来：姐，姨妙为了你好呀。你婆婆需要人照顾，可她有5个孩子，为什么弟妹都不去照顾，非要你照顾？你傻呀，非要一人独揽，自我感动。我妈瞪了她一眼：你懂什么？姨妙大姑二姑远嫁，回去不方便，姨妙四叔四婶和小叔小婶买了房子，需要挣钱还房贷，哪有时间照顾她奶奶？小姨终于泄气，果然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不打算再救她，一声冷笑：下次受气了，别再给我打电话，别再来我家，别再给我添堵。你愿意背负那个烂包家庭的命运，你就背吧，只求你别烦我和姨妙。这不是朱大凡第一次出尔反尔，好几次都是风风火火说离婚，然后又没骨气去继续承担那种烂命运，心甘情愿受苦受难，这就是他的选择。走的时候，他让我开车送，我摆摆手，没空。他很不爽，没良心，一点不像是我生的，还警告我：你别谈外地男朋友，今年过年你给我滚回来，到时候妈给你找个本地的，你和我一起照顾你爷爷奶奶。我连白眼都懒得翻，打心里希望他受更大挫折。不出意外，1个月以后就打来求助电话，求我辞职回去顶替他。姨妙，妈妈累得腰秃了，你赶紧回来接妈妈的班。我除了幸灾乐祸，没有其他感觉，这滋味还是留着你自己慢慢享受。夏姨妙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这么辛苦，你就不能心疼一下我？他以最高的嗓门在表达对我的不满。我好心提醒他，该心疼你的不应该是我爸和那一大家子吗？你蠢到不会让他们顶替一下？他拼命找借口，你爷爷不爱你奶奶，肯定不会照顾，你爸是个大男人，又不方便照顾。你2个叔叔买房去了省会，不在身边，你2个姑姑买了第2套房，忙着挣房贷，没时间回来，只能由我照顾。那你是沙比吗？不会让大伙一起出钱请保姆？他歪理一大堆，保姆没有我贴心，况且你爸也不放心把你奶奶交给保姆，我不能让你爸操心。让你爸操心是我的不贤惠，这也许就是他心里所谓的爱吧。27年前，他一眼看上帅气的夏元丰，倒追夏元丰3个月后，不惜气病我外公外婆，不顾家族所有人的劝阻，一意孤行，非要远嫁去千里之外的陌生乡村，就应该认可自己的选择，多苦多累都该自己承担呀。那时候，夏元丰确实也耍了苦肉计，说了很多自己可怜的往事。我爸和我妈感情不好，经常打架、吵架，这导致我们家庭越来越破败。我们5兄弟姐妹都没什么自信，所以混得也不怎么好。我好想感受一下正常的家庭温暖。大凡，你是好女人，我感觉你能救赎我的家庭。你别嫌弃我穷，别离开我。如果你离开我，我会觉得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了。
这一大堆可怜的理由，就是为了煽情。朱大凡也确实中计，动了恻隐之心。外公外婆根本不同意，她是以死相逼，嫁给夏元丰的。结婚那天，没有一个娘家人送亲。夏元丰那边借口没钱，减少铺张浪费，没有一个人来接亲。朱大凡是孤身一人，坐23个小时的火车去到夏家。外婆家都不看好这段婚姻，想祝福也祝福不起来。朱大凡心里负气，走之前还扬言：“我一定会过上好日子，让你们知道我的选择是对的。”婚后，他陪伴夏元丰一起拯救他的原生家庭，协调爷爷奶奶多年不和的关系，还把那几个准备辍学的弟弟妹妹引导上了光明之路。这一奉献就是27年，不仅和夏元丰一起劳作挣钱供我叔叔姑姑读书，还帮我叔叔娶媳妇，准备嫁妆送姑姑出嫁。他为了替夏元丰分忧，奉献了自己所有的青春和劳动钱财，也成了夏家村最著名的好媳妇。朱大凡其实有能力过上好日子，只不过拎不清。他把自己的劳动成果都给了叔叔和姑姑，现在大家都展翅高飞，离开了爷爷奶奶这个乌烟瘴气的原生家庭，只留他一个人伺候老人，享受着叫天天不灵的束缚，累出了腰突，还在死撑。我不想再和他废话，就让他好好享受。这年冬天，我回家过年，倒不是因为听了朱大凡的话而回家，而是我初中一个特别要好的同学结婚，特意邀请了我。我回到夏家村，顺便去看看朱大凡已经累成了什么样。刚进家门，就听到他在和夏元丰闹，能不能让你弟和妹来替换一下我？我要快痛死了。夏元丰是个没良心的，直接否定朱大凡20多年的付出，阴阳怪气。你都做啥了？好意思喊累，真矫情。我做什么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朱大凡委屈。夏元丰轻蔑，存款没有，房子盖不起，除了做几顿饭，照顾老人，你还真没做啥实质贡献，有什么资格喊累？这下逼疯了朱大凡，他咆哮：结婚后我怀了娃，挺着个大肚子，不仅要伺候你一大家子的生活起居，还勤奋去村附近的鞭炮厂做活，补贴家用。家里吃喝拉撒和人情世态都由我张罗，你只要做甩手掌柜。你弟妹怎么上的大学？怎么结的婚？这些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我坐月子时是大冬天，老太婆说自己腰痛，照顾不来。你2个妹妹上大学放了寒假，不是说来大姨妈不舒服，就是自己不会做饭，不敢抱软绵绵的婴儿。大冬天的，为了让奶水好一点，自己骑车去镇上买鱼做鱼汤。你们一家不仅不帮我，还命令我把一大家子的饭都做了吧。我现在的腰痛都是在你家累出来的。你现在居然说我矫情，说我没做实质贡献，夏元丰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听起来他好像醒悟了些。反观夏元丰，一副不食人间烟火气的德性，认为这些都是小事，一笔带过，这不是你心甘情愿的吗？少看那些鸡血视频，看多了你就不贤惠了。朱大凡撂挑子，我再也不想贤惠了。这突发状况使得夏元丰来了脾气，对朱大凡拳打脚踢。朱大凡惨叫中，或许是知道自己的处境，就是不愿意挣脱。见到我的到来，他眼睛一亮：我的好姨妙，你回来了，回来的好呀，赶紧接替妈妈来照顾一下你奶奶。哎，这个蠢女人，逃不就行了，非要有个替补，才能摆脱这种处境。见我表情麻木不仁，
他失落后是滔滔不绝。姨妙，你不用怕，刚开始可能会不知道该先做哪样，再做哪样，久了就习惯了，妈妈都会教你。妈妈还可以给列个表。我置身事外，你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？我是做不好的，你忍心让奶奶得不到好的伺候？奚落完他，我环顾了四周，多少年没回来，夏家还是一间破房子。按照朱大凡的勤奋程度，早就应该盖了新房。可惜他的劳动成果全奉献了夏家其他人。我心里有一丝恻隐之心，但更多的是恨铁不成钢的鄙视。我忍不住发出感慨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朱大凡认为我话里有话，就骂我：你不接手就不接手，嘲笑我干嘛？我嫁给你爸，就是夏家的人，婆家需要我照顾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什么苦海不苦海，你若还有点良心，就辞职顶替我。我用最悲凉的目光凝视他，这种悲凉是替他悲凉。晚上我住在家里，想着只落脚一晚，结果不知道朱大凡用了什么迷药，让我睡得很死。他偷走了我那3万现金，被我发现后，他说：你爷爷打麻将欠了5万债，我早就想平掉这些债，你再去取2万。我怒火中烧，赶紧还给我，这是我同学需要的。他不配合，我就要报警。他有恃无恐，我是你妈，我有义务相护好这一大家子。还有啊，你这3万我已经给了你爷爷，他拿去还债了。你别忘了，你小学初中的学费都是我出的，你就当报恩吧。一口气卡在我胸口，上不来下不去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就下去了，那就当报恩。从今以后不会有太多瓜葛，以后回来住宾馆也不会回夏家。我就没与他过多纠缠，速速离开，赶紧取钱给我同学。后来听说我爷爷根本没还债，打麻将全输了。我实在忍不住回去看笑话。祝朱大凡还和爷爷一起教训我，不就是输了一点钱，再赚回来就行。你若有良心，就帮你爷爷把债通通给平了。我赶紧逃之夭夭，免得走不掉。后来爷爷的债越欠越多，债主上门泼粪，朱大凡坐立不安，只能把时间1份当作3份用。在照顾一家老老小小之余，还去学裁缝，说做裁缝比做鞭炮挣得多。他要承担起夏家的所有开支，包括爷爷打牌输的钱。朱大凡意志力非常坚韧，学习能力也强，拖着一身病，不到半年就学会了做成品。而且他胆子大，向外公外婆借养老钱创业，开办了一个乡镇服装厂。不到1年，他做出了一点成绩。有了收入后，并没有先归还外公外婆的本金，而是全被借走。我堂弟刚毕业就结婚，我妈掏了8万；堂妹出嫁，我妈又掏了8万。远嫁的姑姑闻到了肉味，也找借口来借钱。本来朱大凡还了爷爷的债，还想盖个房子，结果抹不开面子，就全借了。这时恰逢外婆重病，岌岌可危，外公和小姨赶紧打电话让他回去。那时候我也已经回到外婆身边。电话里朱大凡支支吾吾说了一大堆理由，大概就是我瘫痪的奶奶离不开他，加上夏元丰拖着他，大凡，你现在不能走，我妈这样子，你必须留在这里。只要朱大凡犹豫，夏元丰就不耐烦。你嫁给我，是我们夏家人，你妈有你爸和你妹，而我妈只有你。最后朱大凡被说服，决定不回来看外婆。我气到爆炸，外公外婆真的白生你。他还有理了，可我婆婆瘫痪了，
那你把外公外婆的养老金还回来。外婆住院需要很多钱，我心灰意冷，不想多费口舌，命令他还钱。他很无耻，下一秒，我现在没闲钱，你先垫付一下，等我情况好点再还。没等我发火，电话那头就听见我奶奶在喊：“我尿床了。”就这样，朱大凡挂了电话。外婆想他想得紧，日夜以泪洗面，茶饭不思，自知时日不多，就让我务必把他喊回来见上一面。我心如刀绞，再一次回到夏家村，必须把朱大凡拖回去，不然外婆死不瞑目。刚进夏家门，就看到我奶奶屎尿不分，满屋子臭气熏天。爷爷、叔叔、姑姑、婶婶、夏元丰，一个也不见踪影。朱大凡见到我，非常高兴。一妙，你外婆没大事吧？你回来的正好，可以和我一起照顾你奶奶。我冷着脸，其他人呢？他讪笑，都在忙自己的事。你爷爷心情不好，在打麻将。你叔婶旅游去了。你姑姑说路途遥远，不方便回来。我二话不说，逐个给他们打电话，一顿臭骂。总之，我放话，如果他们不回来，那就让奶奶自生自灭，我会强行带走朱大凡。2天后，大家风尘仆仆聚集在夏家老房子。我像个大人，下马威，奶奶这种情况，应该由3兄弟轮流照顾。倒不是心疼朱大凡，而是要让他腾出时间回去看我外婆，所以我发飙了。叔叔婶婶当场不愿意，接到城里多不方便。婶婶更是威胁我叔，如果你要把老太婆接到城里，那我们就离婚。夏元丰不高兴，冲着我喊：以前我家因为不和睦，被左邻右舍嘲笑，好不容易和睦些，你挑什么事？我握紧拳头要理论。朱大凡急忙出来调节：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公婆在我们这住习惯了，就一直住在这吧，只要你们把日子过好就行，不就是多2双筷子的事吗？你们都别为难。这时叔婶喜笑颜开，就照嫂子这么说的办。我这老婆脾气差，做饭也难吃，不像嫂子这样会伺候人，爸妈接过去也真是受气。嫂子，你人美心善，辛苦一下，爸妈住在你们这，反正也没几年了，我们会记得你的好。把朱大凡说得一愣一愣，美滋滋承担养老责任。他甚至说出了很多伟大的自我感动词。我也觉得老人住在我这比较好，我能照顾好他们。老人这辈子不容易，如果晚年还轮流来轮流去的折腾他们，我的良心也过不去。朱大凡，你傻逼吗？我直呼他的大名。出其不意的，他给了我一巴掌，闭嘴。我对他仅有的一丝的救赎之心都被打没了。我告诉他，那你好好享受，别后悔。本来掉头就走，但想起自己此行目的，外婆病重，想见你一面，你走不走？他想走。奶奶故意哼哼唧唧，大凡，你别走。我姑姑们说，嫂子，我妈真的离不开你，你做的饭菜最合她的胃口，你照顾她也照顾出门道来了，我们接手都不习惯。夏元丰补充，如果我们家因为这事又闹得不和睦，那又会被人笑话。很自然，朱大凡选择了留下。我坐高铁回城的路上，哭了一路，想不明白，世上怎么会有如此愚蠢的女人和如此自私的家庭。他执迷不悟，可怜外婆，白生了她。我回来的当天晚上，外婆死了，带着遗憾死的。外公哭得肝肠寸断。朱大凡到底是抽了空回来送葬，亲戚里的人指责他没良心。他还炸毛，嫁出去的女儿，泼出去的水，我要以我婆家为重。
我外公生平第一次给了他巴掌，打得他当场负气要回婆家。我也骂他：你脑子到底有没有问题？他凶：我脑子没问题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要以婆家为主。这边外婆的葬礼还没办完，那边我婶婶就打来电话：嫂子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妈在念叨你，妈说只有你能伺候好她。朱大凡拼命应允着，很快就回来了。你快点哈，婶婶催促着。等外婆的葬礼办完，他没有陪伴安抚一下我外公，立马买了回程票，回去接手伺候奶奶的活。可能是劳累过度，加上奶奶情绪越来越不稳定，各种挑剔辱骂，朱大凡病倒了。这一病就很严重，一去医院查看，不仅腰突，还肺结节、乳腺结节、胃溃疡、骨质增生，好多病都出来了。数病齐发，他身体彻底垮了。可等着他的不是夏元丰和奶奶家的人的心疼，而是谣言。我那2个叔叔说，可能是参加葬礼冲撞了什么邪气，不然不可能回去一下就这痛那痛，涌出这么多病。他偷偷给我打电话，可能是想诉苦，我压根不接。他就给我发微信：一妙，其实我知道我没中邪，我是长年累月辛苦成这样。现在妈妈的身体出了问题，你辞去外地的工作，回来接替妈妈吧。你回来接我的班，我把制衣厂给他你可以一边挣钱，一边照顾我和他奶奶。我嗤笑：你的蠢，不要施加在我身上。他火了：夏一妙，你要是不回来，就永远别再回来。正有此意，夏家那个稀烂家庭，谁稀罕？朱大凡不理解，我们夏家不是稀烂家庭，你叔叔和姑姑都发财了，我们在村里名声好得很。朱大凡，你脑子真的坏了，那是他姑姑家和叔叔家，不是你家，我刺痛他。说完这话，就把他拉黑。后来，朱大凡又给我小姨打了电话，好像真的醒悟了，可一切都迟了。他被奶奶绑死的岁月里，大家都不肯请保姆，说保姆不靠谱。因为奶奶实在太粘人，服装厂暂时只能由夏元丰经营。不到半年，因为经营不善，接不到订单，效益一落千丈。而夏家需要钱的地方越来越多，奶奶的病需要钱，爷爷打麻将越来越大瘾，输得越来越多，叔叔和姑姑都不愿平摊。朱大凡会让夏元丰去说说这些事，而夏元丰像龟孙子一样扭捏说不出口。朱大凡平时伺候人太累，腰痛，加上厂子被夏元丰经营倒闭了，脾气越来越大，开始叛逆，不再伺候奶奶，不再做饭。奶奶饿了就骂他：你想造反吗？朱大凡不再客气：我就是造反，你个死老太婆，生了那么多废物，没一个废物能照顾你。奶奶哭啊，闹啊，说朱大凡欺负她卧床不起。这些风言风语传到叔们耳朵里，兄弟合伙把朱大凡打了一顿，还把我姑姑们叫了回来。姑姑们指责朱大凡：嫂子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不就是让你伺候一个老人吗？何必这么大脾气？朱大凡这个时候孤立无援，又换着号码给我打电话，而我每次只要听到是他的声音，立马就挂断。他还一直发消息，说自己真傻，几十年的青春和钱都为了白眼狼。他说2个婶婶破天荒给奶奶添衣服，2个姑姑给奶奶麦片、芝麻糊、蜂蜜之类的营养品。我奶奶感动得要死，说还是姑姑婶婶好，而她几十年的付出、扶持、伺候，通通被几件衣服、几包芝麻糊比下去了。听起来她好可怜。
我终于忍不住回了信息，只总结了一句：活该。他也不甘示弱，把在奶奶家受的委屈和不公平全发泄到我身上，都是你离开我，才让他们都欺负我。我说，你的悲剧是你自己造成的，怨不得任何人。他没从我这里得到安慰，转头再把气撒到夏元丰身上。都是你拖死了我，如果不是你老是给我讲你家人如何如何可怜，我也不会良心不安，在家照顾他们，扶持他们。你把青春还给我，你把我的存款还给我。夏元丰一把推开他，那都是你心甘情愿做的。二人厮打起来，可想而知，朱大凡根本不是夏元丰的对手。他被打得遍体鳞伤，还获悉夏元丰已经有了野女人，而且鬼混的时间已不短。他气得几乎卧床不起。这个时候，我也已经有男朋友了，男朋友条件比较好。朱大凡跑到我的工作处，一妙，你男朋友有钱，你让你男朋友做上门女婿，你们在夏家村开店，你们有钱了，可以给妈妈撑腰。我没搭理他，他就在我公司门口闹。为了制止不良影响，我直接报了警。在警察赶来之前，他咒骂我：我是你妈，你居然敢报警。他失落的情绪里隐约还掺杂着不甘心，一把跪在我面前：一妙，妈妈求你跟我回去吧。虽然我恨他，但当一个母亲跪在我面前时，我有些手足无措。他糊涂了近30年，自己把人生过得稀巴烂，为何要拉我下地狱？这些年，他根本没有尽一个母亲是责任，全心全意在做夏家拯救人。他造福了我爸的所有血亲，唯独忽略了我。她曾经也是那么美丽，精神抖擞，怎么老成这样？白发加皱纹，比实际年龄大了不知多少岁，好可怜的样子。不，我不能心软，我心软就是对我重生的不尊重。我绝情逃开，不接受他这种苦肉计。他追着我：夏一妙，如果你不回到妈妈身边，你爸就要跟野女人跑了。他话没说完，我回头怒视他：你后悔了吗？你清醒了吗？如果你知道后悔了，那下辈子就重新做人。我教训他的时候，他接了个电话，是夏元丰打来的，说我奶奶突发脑梗，需要一笔钱。朱大凡骂他：工厂挣的钱你都拿去养野女人，现在你们自己想办法。夏元丰求助：工厂早就不挣钱了，大凡，求求你想想办法，解决了这事，我保证还像从前那样对你好，不再找野女人。他一听，鬼迷心窍，讪讪开口问我有没有。上一世我是给了他50万，这一世我直截了当，滚！他不罢休，企图说服我：你爸说你大姐姑二姑家刚买了第3套房，手里没钱，你叔家添了2孙子，存给孙子的教育基金不能动。一妙，求求你帮帮我！你谈了有钱男朋友，应该可以预支彩礼吧？我冷笑：我的彩礼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他执迷不悟：你是我女儿呀，你应该给我钱去摆平夏家的事。我是夏家媳妇，你爸说只要我摆平此事，就不再出去鬼混。你姑姑叔叔说只要摆平此事，以后还尊称我嫂子。他想敲诈我的钱，去讨好维护那个荒谬家庭，我绝不奉陪。他见我不愿给礼金，就换了个借口，说以后不再麻烦我，算算我该给他多少赡养费。好家伙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从小他对我就不好，更何况上次3万已经买断了一切。我笑笑：你应该去找我的那些弟弟妹妹要赡养费，你的心血可都花在了他们身上，而不是我。
他自知理亏，迟迟说不上话。这时警察也已经来了，我以他闹事为由，让警察把他带走。他不仅没从我这里弄到钱，反而被拉去教育了一顿，心情很低落。可为了给夏家弄钱回去，他开始借高利贷。果然，夏元丰看到他带回来去这么多钱，一下子就虚伪感慨：什么叫做爱？爱就是我有困扰，你会想办法替我分忧，替我解决。他说朱大凡比外面的野女人好多了。朱大凡沉迷夏元丰的鬼话，与他和好如初。奶奶虽然抢救过来，但更离不开人了。五兄弟姐妹不愿伺候，也不愿筹钱请保姆，这事又落在朱大凡身上。他实在太累，有一次忘了没来得及给奶奶换屎尿布。夏元丰哄他：大凡，你就用心点吧，他也过不了多久了，要让邻居都知道你是个好儿媳。朱大凡连连应允，他偶尔还会给我发消息，语气越来越惆怅。你两个婶婶又去旅游了，我也想去。我知道我可以去，没人用绳子拴住我，可你奶奶离不开我。我若走开，怕你爷爷打你奶奶，这样你爸会心疼，你爸心疼，我就心疼。若是让你两个婶婶照顾，以你婶婶的脾气，你奶奶肯定会遭罪。还有你姑姑，当初他们远嫁时，我承诺过家里有我，让他们放心享受自己的生活就好。现在也不能出尔反尔，麻烦他们回来。最主要，我每个月的利息要1万。哎，现在走不开，一时之间也不知去哪赚，麻烦精得赶紧远离。过了几天，他又告诉我，你爸受伤了，在住院。我要照顾你爸，想让你婶婶照顾2天你奶奶，你两婶婶黑着脸，骂骂咧咧，也不给你爷爷做饭。哎，造孽啊！所以我饭点就骑车回去照顾你爷爷奶奶，他们吃好了，我再骑车过医院照顾你爸。村里离县城30多里路，也挺累的。村里人都夸我是铁打的女人，夏家的好媳妇。可我真的挺累，好想2个老的快点死，听着都压抑。我是他女儿，我每天都提醒自己，千万别成为她这种女人。他的聊天记录被夏元丰看到，夏元丰截图发到群里，说朱大凡的好都是虚情假意，近30年来都是装的。我姑姑们打视频数落他，不该诅咒老人。叔叔婶婶阴阳怪气，说他当年一套，背面一套。朱大凡为了证明自己是好媳妇，没有虚情假意，央求村里的人作证，证明他是好人、好媳妇。这家事被朱大凡散播出去，夏家又成了村里笑话。夏元丰一气之下，把他赶出家门。按道理，本来这是好事，他终于离开那么鬼地方。结果我叔叔姑姑不同意，他们迫他，只要他不再散播谣言，伺候奶奶终老，就原谅他的所作所为。他同意了。这个时候，爷爷由打麻将变成了赌博，输了10几万。这麻烦又落在朱大凡身上，他已经欠了高利贷，哪有能力去再搞钱？他想要我预支彩礼，替他分忧。我毫不客气，有你这样的妈，我真倒了8辈子血霉。这事你想都别想。他尖锐喊叫，可我是你妈，你必须帮我。我正在筹备直播，没空听他扯。结果他受人指点，来我直播间说我没良心，有钱也不扶持一下奶奶家。奶奶瘫痪了，也从不回去看看。爷爷遇到困难，也不伸出援手。瞬间，我的直播间很多黑粉骂我，我不得不掐断直播间。忍无可忍，就把夏家的故事前前后后整理出来，发到网上。
瞬间涨粉几十万。大家都说我妈蠢出了天际，根本不值得同情，说夏家人一个二个良心被狗吃了。我叔叔和姑姑们不停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赶紧澄清这是捏造。我把他们的通话录音也发到网上，这下我姑姑们被人肉出来，房子上都被泼了粪。我叔和婶婶被人改编成讽刺短剧。夏元丰觉得这是与我妈脱不了关系，狗急跳墙，真把朱大凡赶了出来。那以后，我叔叔婶婶们假惺惺录视频伺候奶奶，发到网上，本来获得了一笔粉丝。随着邻居的爆料，说他们只是做样子，实际上我奶奶一天只吃一顿，一整天也不会给她换屎尿布。这是发酵。村委会也上门教育我那些叔叔婶婶，那些谈了对象还没结婚的弟妹们也都被抛弃，谁也不愿意嫁娶到这么无耻的家庭。朱大凡被彻底赶出来以后，无家可归，千里迢迢来找我。我没有心软，靠近他会变得不幸。我只是通过中间人把他送到很远的养老院。每个月只给最低保障生活费。到了养老院，他开始神经兮兮。遇到家境不好的老太太，他会用自己的生活费来扶贫。结果自己因为没钱，被人看不起。面对一些有钱的老太太，他开始吹牛逼攀比。我们夏家很有钱，2个小叔子，2个小姑子都借了我的钱，20到30万不等。我们家条件很好，小姑子都3套房，小叔子也是2套房。他们都是我供出来的大学生。我那些侄女个个有出息，我是不是很能干？大家偶尔奉承一下，听多了都不理他。遇到一些年轻时有丰富经历的老太太，朱大凡也不甘落后。我妯娌环球游，他们拍的图片我都看过，我本来也能去，就是晕车，一直没去。遇到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太太，她会主动照顾。我伺候我公婆快30年，我婆婆瘫痪后，我也伺候了几年。怎么换尿布，怎么擦洗，我都有经验。她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有时候她还很想夏元丰，非要出养老院买票去找他。终于有一天，他真的找到了夏元丰。他问他，相爱了几十年，为什么老了要分开？夏元丰的话让他痛不欲生。我娶你，就是想让你做免费保姆，根本不存在爱情。晴天霹雳，这残忍的真相让朱大凡失去理智，撞墙而亡。夏元丰被夏家村的人唾弃，一次喝多了，摔河里淹死了。最终，瘫痪奶奶只能被叔叔们养。2个叔叔为了推辞，大打出手，闹到老死不相往来。2个姑姑也装死，闹失踪。后来我奶奶没人管，爷爷从来袖手旁观，更不会管，眼睁睁看着他屎尿缠身。后来奶奶饥饿而亡，爷爷呢，当然也没人愿伺候，死于一个盛夏，尸体发臭，才被村里人发现。